说了好几期正儿八经的日本神话，这一期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日本最为著名的妖怪。这些妖怪大多数与平安时代的大阴阳师安倍晴明多少都有些关系，其中的故事生动而又有趣。当夏季的太阳洒下最后一道光芒，黑夜如约而至，隐藏于黑暗之中的魑魅魍魉们聚集在一起，开始了妖怪们一年一度的欢乐盛典——百鬼夜行。歌声与欢言笑语伴随着欢快的舞蹈，在壮丽的游行队伍之中，有3个大妖怪最为耀眼，他们是百鬼之中最为强大的存在，也是他们带领着妖怪们与阴阳师和僧人们战斗。在百鬼夜行庞大的队伍之中，为首的是一名俊美的少年，他有着乌黑茂密的长发，一对剑眉之下却是一双细长的桃花眼，高挺的鼻子下的薄唇荡漾着邪魅的笑容。这位邪魅的少年被百鬼簇拥着，右手中拿着一只酒盏，不时将盏中的美酒一饮而尽。如果你贪图他的美色，想要上去与他畅聊的话，那么你可要小心一点了，因为他是日本神话之中最为强大的妖怪酒吞童子。酒吞童子经常用自己俊美的外貌去勾引那些涉世未深的处女们，勾引到手之后便将他们的乳头割下作为下酒菜。可以说酒吞童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鬼。关于酒吞童子的传说虽然已经很久远了，但人们依稀还记得，在日本平安时代的越后寺有一名长相俊美的小和尚，因为长得俊美而漂亮，所以经常遭到人的欺辱与陷害。经常受到欺凌的小和尚产生了强大的怨念，这种怨念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，使他变成了恶鬼。化身妖怪的小和尚被高僧察觉，赶出了寺庙。被迫出走的酒吞童子来到了丹波国大江山上，在这里他开始招兵买马，开始反抗日本天皇的统治。酒吞童子的势力不断的扩大，他经常到皇宫之中去盗取宝物，来修建自己的宫殿。有一次，当朝的大臣的女儿突然失踪了，于是请阴阳师安倍晴明来占卜，发现竟然是酒吞童子将他的女儿拐跑了。大臣将此事告知了日本天皇，这时的酒吞童子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皇室的利益，于是日本皇室派出了大将军源赖光，带领着6位勇士去往大江山征讨酒吞童子。源赖光接到了这个任务，感觉到非常奇怪，因为作为一个大将军，虽然征战无数，但从未征讨过恶鬼。于是大将军源赖光向安倍晴明打听关于酒吞童子的事情。安倍晴明打趣地看着这位大将军说道：酒吞童子啊，酒吞童子不是自然中所孕育出来的妖怪，而是由人类的内心的恶念所形成的，所以啊，它格外的强大。酒吞童子刚出世时，曾经在皇都引发了很大的灾难啊，有不计其数的人死去。若不是当时已经得道的高僧弘法大师及时出手，用念力将他大部分的灵力封印了起来，天皇估计也要死了。源赖光一听大吃一惊，对晴明说道：请阁下为我出主意，助我斩杀这名恶鬼。安倍晴明莞尔一笑地说道：这也不难，只是将军大人还少了2样东西，只要去往熊野、筑吉、八幡3处的神社参拜即可，便可以得到这2样东西了。源赖光在得知这个方法之后，拜谢了安倍晴明，急忙去往熊野、筑吉、八幡3处神社去参拜。在参拜完神社，去往大江山讨伐酒吞童子的路上，源赖光遇到了3位老人。3位老人自称是妻儿被酒吞童子杀死，所以前来复仇的。当他们一听源赖光是来讨伐酒吞童子的，非常高兴地与大将军源赖光商量如何讨伐酒吞童子。这个时候，一位老人拿出了一坛酒和一个银闪闪的兜甲，送给了源赖光，并对他说道：将军啊，这酒名为鬼毒酒，人类喝了如同美酒，鬼怪喝了如同剧毒。这兜甲名为星兜甲，可以封印住恶鬼的力量，你且就拿去吧。那酒吞童子生性嗜酒，有了这2样东西，便可助将军斩杀这名恶鬼。斩杀之后，用星兜甲将其封印，让其永世不得翻身。
源赖光在得知这2样东西是宝物之后大喜，接过这2样宝物，正要感谢这3位老人时，这3位老人却化为青烟，消失不见了。他这才明白，这3位老人正是他所参拜神社的神明。继续上路的源赖光等人在大江山脚下看到了正在洗衣服的侍女。原来大臣的女儿被拐来杀死，而侍女则被当作是奴隶。她正在洗的红色衣服，正是小姐死后用她的鲜血染红的。侍女得知源赖光是来斩杀恶鬼的，于是对源赖光说道：“将军，你这个样子是无法进入酒吞童子的宫殿的，请穿上这件血衣吧，这是由处女的鲜血染红的衣服。见到它，妖怪们便不会阻拦你了。”于是源赖光身着血衣，他抱着酒坛来到了酒吞童子的宫殿。守门的恶鬼见到源赖光穿着血衣，还以为是自己人，于是放他们一行人进入了宫殿。酒吞童子召见了源赖光等一行人，源赖光也趁机将鬼毒酒献给了酒吞童子。嗜酒的酒吞童子非常高兴，于是宴请他们一同饮酒。宴席上，酒吞童子用人肉和人血混合的酒来招待他们。见到源赖光等人面色平静地吃下人肉，喝下人血酒，酒吞童子也便放下了戒心，喝下了鬼毒酒。等到药效一发作，酒吞童子便昏睡过去。源赖光等人见时机已到，便拔出刀来，将熟睡中的酒吞童子的头一刀砍下。就在斩下首级的瞬间，酒吞童子竟然立刻苏醒过来，已经离开身体的头在空中飞舞，朝着众人怒目而视地俯冲下来。源赖光随即又取出神明所赠予的星斗甲，将头颅包裹了起来。酒吞童子就这样被封印了，而斩下酒吞童子头颅的刀也改名为童子切安纲，作为日本的国宝供奉了起来。酒吞童子虽然被封印了，但却并不影响他在群鬼之中的地位。至今为止，酒吞童子依然是日本妖怪最为强大的存在之一。在妖怪之中，还有与他同样强大的九尾狐玉藻前和大天狗，他们3个是日本神话之中极具反抗力的妖怪。